在現代戰爭裡，最先開打的不是飛彈，而是駭客。當你連線外面免費的 WiFi， 查資料，甚至滑個新聞，資料都可能被攔截。這個時候使用 Surfshark VPN， 加密你的連線通道，隱匿真實的位置，保證資料不被外泄。如果你身在網絡管制嚴格的國家或地區，可以使用 Surfshark VPN 自由存取被封鎖的網站與服務，甚至於還可以1秒切換到不同地區的網站，獲得當地更優惠的價格。像我之前去大陸採訪時，常常需要查資料、上傳內容或發表社群貼文，用 Surfshark VPN 不僅安全又方便，更棒的是Surfshark 在超過140個位置擁有超過4500台不同的伺服器，不同伺服器位置滿足各種需求選擇。更特別的是，它還有一個功能叫 Alternative ID， 能夠用虛擬姓名、地址跟 email 取代真實資料，讓你的個資再多一層防護。如果你也想讓自己的資訊更安全，歡迎點選影片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surfshark.com/iSmart， 或在結賬時輸入優惠碼 iSmart， 就多送你額外4個月的 Surfshark VPN 服務，還能享有30天的退款保證，完全零風險。日本正式部署 F-35B， 航艦化全面成型，這是否代表台海衝突一旦爆發，日本將第一時間被捲入？美日軍演的真正信號是什麼？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施孝瑋的軍武大觀，我是施孝瑋。每周二晚上8點，請熒幕前的觀眾朋友要我們訂閱、按讚、分享、開小鈴鐺，最重要幫我們抖內啦！講到抖內，這一期呢就有 Ben Chen 1079抖內，有您的支持，我們的節目會越來越好。F-35B 於8月7日部署九州的新田園基地，是日本首次擁有短距離起飛、垂直降落戰力的 F-35B 戰機。部署日本之後，這些戰機會帶來怎麼樣的戰略改變呢？其實以 F-35B 戰機來講，它這次部署在九州的新田園基地，感覺好像離中國大陸、離黃海、離東海非常近。但其實呢，我們知道以日本航空自衛隊來講，新田園基地也就是他們所謂的教導飛行隊的這個進駐的地方，由他們戰機 OTU 也就是所謂的任務轉換，還有呢新機訓練等等，基本上都在新田園基地進行。所以 F-35B 進駐到新田園之後，日本海上自衛隊並不會操作這個飛機。F-35A 跟 F-35B 這兩種戰機還是交由航空自衛隊，而且是在新田園來進行換裝的訓練以及後續的接收作業。當然，日本人接收了 F-35B 戰機之後，很多人都會想到說，日本今天收了 F-35B 戰機，是不是也要組建成類似美國所謂的閃電航艦這樣一個概念，然後讓日本的航空自衛隊搭配到海上自衛隊的多功能護衛艦，到四處各地去進行巡弋呢？其實美國決定出售 F-35B 戰機給日本，當然很大一個原因其實是要強化海上自衛隊的防空戰力。因為首先我們其實要先講到海上自衛隊它本身的戰略設定是什麼。過去海上自衛隊它在美国海軍的第7艦隊，也就是所謂西太平洋地區責任區之內，它基本上是要負責所謂的日本周邊1500海里以內的巡弋任務，1500海里以外的這個任務就交給美國海軍來擔任。但是我們也看到美國海軍的這個實力跟周邊的國家的實力相比的話，美國海軍的這個進步遠不如周邊國家新興強權的進步的速度快。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對於美國海軍來講，美國海軍漸漸的就把這個1500海里之外的這個任務呢，也逐漸開始讓日本海上自衛隊自己來擔負了。但是海上自衛队自己來擔負，它不能永遠只作為美軍的航空母艦、打擊群的這樣護衛艦或者是在區域中支援美國的任務之中呢，還有很大一個部分，其實也要讓航空自衛隊跟海上自衛隊能夠在這個區域裡面為美國做更大的這樣一個任務擔負。所以在這個情況下，那海上自衛隊他們在將過去的直升機護衛艦特別是比較後面的日向級143、144太祖以後，他們換了全新的181、182，以及呢出雲跟加賀183跟184，特別是183跟184這兩艘護衛艦在新建成的時候呢，他們基本上飛行甲板長度就已經長達大約250公尺左右了。這個其實已經跟美國海軍現有的2棲攻擊艦，也就是塔拉瓦級或者胡蜂級2棲攻擊艦，或甚至於美利堅級的飛行甲板長度基本上是差不多了。也就是它在設計上已經具備了 F-35B 戰機起降的這樣的潛力，但是並不代表它可以。那所以你也看到，當美國
同意出售 F-35B 給日本，而且讓日本具備了這種短距離起飛跟垂直降落這個戰機之後呢，這2艘船出雲號跟加賀號立刻開始進行了各種加改裝的功能。他們主要的这個任務跟目的在哪裡呢？就是要讓日本的這個 F-35B 戰機可以在出雲號跟加賀號上面進行起降跟作戰這個任務。因為我們知道，以 F-35B 戰機起降的時候呢，發動機會透過一個彎折式的尾管，讓它的尾管呢向下噴射，還有包含它的機身的前方有一個取聲扇。其實飛機的兩側也會有這樣一個吹氣裝置，維持它在短距離起飛的時候這樣一個平衡。那這些熱氣都會帶給航空母艦甲板非常大的一個高溫的這樣一個考驗，特別又是在降落的時候，因為以起飛的時候迅速的將發動機尾管調轉向下，然後迅速的放飛。但是如果是降落的話，它其實要借由這個甲板的左前外慢慢飄進了這個船的上空，然後才降落下來。其實對於船本身的這樣一個考驗，特別是飛行甲板要經過各種的這樣的強化作業。所以我們看到海上自衛隊決定接收這2艘船之後，加賀號跟出雲號先後進行了能夠接受 F-35B 戰機登艦服役的這一系列的這個加改裝工程。那當然，加賀號跟出雲號完工之後，大家馬上就想說，日本的空母是不是復活了？就是說今天出雲號跟加賀號在接收了日本的這一批 F-35B 戰機後，它真的會像美利堅號等等進行長時間的海上的作戰的這樣的編組嗎？其實我個人認為空間還蠻大的。也就是說 ，F-35B 戰機對於海上自衛隊來講是接近或甚至進入到戰爭狀態時，海上自衛隊的出雲號跟加賀號要開始進行1500海里以外的遠洋長航，甚至可能要到印度洋上為日本的海上生命線進行海上維權所重要的一個武器。其實日本讓加賀號跟出雲號具備 F-35B 作業的概念，跟中國大陸現在擁有航空母艦的概念其實非常像。很多大陸的網友都普遍認為，今天中國大陸做航空母艦就是要到第一島鏈之間跟第二島鏈之間跟美國一拼高下。其實，在作戰場域下，對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是否一定有利？當然，大陸的網友會說，我們有各種的這個反艦巡航導彈或者反艦彈道導彈等等，可以打得贏美國人滿地找牙。但實際上，戰爭其實也並不是完全這麼簡單，就只要靠1種2種武器，然後就可以改變原本現有的軍事力量的平衡。當然，不可否認的，中國大陸現在在第一島鏈作戰能力很強，絕對不能小覷它本身已經有掌控甚至於完全控制第一島鏈作戰的優勢，這已經是毫無懷疑的地方。但如果說今天他要到第二島鏈之間，甚至於到第二島鏈跟美國進行這種所謂的太平洋地區的爭霸，那我倒是覺得今天中國大陸的航空母艦其實還是用於維繫它的海上石油生命線，可能才是最貼切它真正設計的需求，以及它發展這個所謂藍水海軍任務的這個模式。也就是說，真正需要中國大陸航空母艦的地方，還是在印度洋以及到波斯灣以及南海的這一段路上。美國近期派遣了 F-35B 還有 B1， 還有日本的 F-35B 呢進行聯合巡邏演練，有沒有演練台海介入模式的意味啊？其實這還是在於就是說美國總統他對台海之間的這個狀況的判定。當然，其實以軍隊的角度來說，要為最壞的狀況做最好的準備。也就是說如果今天當美國總統認為美國必須要在台海發生衝突的時候進行實質性的介入，那這時候自然的美國的 B1 轟炸機或 B52轟炸機或 B2 轟炸機自然而然要到這個地區來進行一系列的這樣一個任務。那如果是我剛剛講是如果真的介入，那像以 F-35B 戰機來講的話，它其實也是要搭配美國空軍的 F-35A 戰機，或是航空母艦的 F-35C 戰機。但是這些戰機由於它本身是匿蹤的，所以它今天在進行這種所謂的防空網壓制或是深入打擊的時候，它一定是第一個進來跟最後一個走，也就是它會率先進來進行防空網壓制以及重要節點的這個通訊打擊的這個任務，將這個地區可能會對後續包含像 B2 轟炸機等等各系列的這個轟炸機形成這個防空威脅的時候，它把這些防空網進行壓制，然後讓這些這個轟炸機能夠進來發揮最大的打擊力量，然後飛走之後，他們在最後一個撤出。而且如果真的美國跟俄羅斯或美國跟中國大陸，如果一旦真正發生軍事衝突，其實對於人類來說都不是一個好事因為很可能這個衝突真正發生之後，你我都沒有明天了。所以我們實在不要抱持一個期待或者認為他們彼此間一定要打一架決定勝負的想法，其實這本身是非常危險的，也會非常大的衝擊到你我的生活。那當然是不是有直接演練介入台海，我剛剛講到他們要為最壞的狀況做最好的準備，這也是軍隊在面對狀況時通常一定會採取這樣一個態度。如果台海爆發衝突，日本
必然會捲入嗎？決定因素是什麼？說真的，這其實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問題啊。那當然，這個從北京的角度來講，自然日本的這樣一個說法是越過了這個北京眼中的這樣一個紅線。那當然，日本為什麼會有這種所謂的台灣有事等於日本存亡危機事態？其實很誠實的說，我覺得決定權並不在日本身上，而是在美國身上。因為以日本自衛隊來說的話，日本自衛隊有所謂的集體自衛權解禁與否的問題，但是整體來說，它還是不能夠主動對外出擊，一定是要當它受到第三方的攻擊之後，它才能夠被動的反擊。所以在這個情況下，如果今天當中國大陸對台的軍事行動局限在對台灣本土的這樣一個軍事行動上，而讓日本介入無門的話，那這個時候其實日本本身要真的想要能夠介入的話，難度也是非常高。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忽略背後真正的因素，也就是美國。今天如果美國認為台海態勢美國需要介入，而且美國要介入的時候要由日本自衛隊提供一系列的協助的話，那這時候其實對於日本自衛队來說，才是真正所謂的集體自衛權解禁。也就是說，他必須要協助美國海空軍在西太平洋地區對中國大陸進行區域制止，讓中國大陸沒有辦法在台海地區能夠得到它絕對的軍事優勢。當然，我必須講，這個就是要由美國所界定、美國所決定，而且美國要決定介入。從現在來看，美國是不是會介入，對台灣來說，一直長久以來是一個問號，沒有人能夠真正解答這個答案。那而且隨着現在中國大陸的國力越來越強，你說美國會不會不顧一切的在這個區域砸下它可能整個太平洋地區的這個軍力，然後對中國大陸進行這種所謂的區域拒止，也是非常讓大家可能需要去深思的這個地方。但是我當然也相信，如果真的台灣有事的時候，美國也絕對會提供非常充分的海空相關的軍事情報給台灣，讓台灣作為軍事反擊以及軍事自衛時候一個重要的資訊來源。但是並不代表美國就會直接介入，或者美國會拉着日本動用集体自衛權一起介入。所以也就是說，今天台灣有事是不是一定等於日本存亡的危機事態，還是要看日本有沒有遭受攻擊，甚至於捲入戰爭。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從裴洛西來台，然後中國大陸對台灣進行的環島軍演之中呢，這個時候其實中國大陸發射地對地彈道導彈，有一些落入了與那國島甚至石垣島附近的日本專屬經濟海域，而且日本也對這個事情進行了正式的外交照會跟抗議。在這個情況下，未來如果真實軍事行動發生的時候，這樣的情況會不會導致日本同樣的在外交上採取強硬的立場，甚至於拉高這樣一個摩擦的態勢？我個人認為還是要由美方來界定。也就是說，今天日本對中國大陸動武與否，其實它本身並沒有自己絕對的決定權，主要還是要來自於後方美國真正的意見。另外，沱江級第一批艦艇的出現，雷達脫鎖啦，射控雷達傷源中斷啦，載台的這個管理系統宕機啦等等，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個題目我將會在我們會員專屬影片中為各位資深軍迷回答，請訂閱頻道加入會員，解鎖更多軍武會員專屬影片。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觀點，我們下周二晚上8點再見。如果今天共軍進行不管是左轉